在云巅修行的时间里，我意识到了六先知才是当前版本的最强羁绊，但大环境目前对这个羁绊的开发很少，大家基本还停留在五帝赌列纳塔的固有思路中。如果同时出现两家赌列纳塔的同行，很容易一起携手老七老八。到底怎样做才能挽回这种局面呢？今天分享3套先知的 flex 打法，帮助大家避开赌狗同行，将同行对冲的烂局盘活。围绕先知 flex 打法有2个重要知识点，一是先知羁绊本身是超模的，所以不管哪张输出卡吃满装备当主 C 都有着极佳的效果与表现。二是4级第2费卡的概率是 30%， 和5级的 33% 相差不多，但是4级到5级会整整下降 10% 的1费卡概率。在理解了这2点之后，第一套打法便出来了。在莫甘娜、威古斯其中任意一张以及炼金数量多的时候，在4级8经验时搜光大部分的钱，抽出2张低费3星卡，快速上人口，用6先知羁绊补充质量，避开和同行互相卡牌的情况。如果列纳塔数量多可以保留，通过吃低炼金层数补充列纳塔的数量，卡住同行节奏。莫甘娜当主 C 最好，刚需蓝 buff 启动，其余2件做输出装即可。即便在4级地，因为 30% 的2费卡概率，我们也很容易地出2星列纳塔、2星瑞尔的高质量进行连胜。第2套打法适合在2阶段嫖到3炼金的情况下玩，通过连败吃炼金层数上8玩先知，可以考虑在200层开出肉装或者法系后排装时选择收手，否则300层出现物理装会很不舒服。收完菜直接上8用2星大头锁血，大头同样刚需蓝 buff 和双输出装，多余装备可以选择给列纳塔。第3套打法则是运营连胜上8的打法，我推荐在有虚空召唤者或者先知转时选择。虚空召唤者在开出6先知之后很强，并且能补充先知需要的钱牌，而先知转能够帮助我们在没有大头的情况下直接开出6先知锁血。我们会选择在6级小地地出能够连胜的质量，再上8找2星的大头和钱牌，收了炼金装备上炼金牌，没有则挂2斗2哨兵，有先知转可以挂4哨兵，注意大头的蓝 buff 很重要。好的，我们来到对局实战环节。我非常喜欢6先知 flex 这套打法，因为这套打法不用害怕有同行，即便有同行，我们也可以寻找各式各样的出路，运用我们的理解战胜对手。我们来到3丁局的第1个海克斯选择，这里是3丁局，并且开局也没有多余的经济，所以纷乱头脑是我首先会保留的选择。我们这个装备不方便走到螃蟹或者老鼠，所以我们也不会考虑试验平转。由于刚从云巅修行归来，依旧保留着博高上限的玩法，所以这里我们拿下了上限最高的冲榜战士。正巧这个装备也有点想去玩先知，而先知的冲榜战士是非常强的，能够为先知提供需要的双攻。前2天我在抖音偷偷试播，这把素材就是当时录的素材，里面有一些朋友连麦的声音，所以我剪去了一部分声音。同时这里因为跟弹幕在互动，这个史密奇的3炼金也没有上去，是一个不小的伏笔。这里既然我们嫖到了3炼金，并且装备比较偏法系，那么我们就很适合去走列纳塔。如果有同行的话，我们就8级地；如果没有同行，我们就在5级和6级地出3星的瑞尔和3星的列纳塔。这里场外已经发现了1家列纳塔，还有1家炼金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去上我们最弱的质量，尝试断掉他们的连败。我们在3-1遇到了同行，可以看到对方是失败中变强，并且列纳塔有3只，是一定要去赌列纳塔的。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跟对方对冲，大概率我们的名次会不如对方，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，选择别的出路。例如我在视频中提到的，我们去上8，通过炼金的奖励和8级的2星大头来进行文血。既然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这把的思路，那么一切的选择都需要围绕我们思路展开。这里我们需要上8去玩游戏，所以拿一个中规中矩的导师制作为战力是肯定不会出错的。而如果看到英勇福袋就尝试跟对方硬冲先知，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
因为这把有炼金，所以我们还在摆烂。碰巧遇到了这家炼金，把他的连败给断了。不过这家炼金依然在后续开出了600层。选秀我们拿下了带着眼泪的忍尼。如果我们要上8玩先知的话，大头的蓝 buff 是非常重要的，甚至一件装备能够顶上普通的2件装备。如果实在没有蓝 buff 的话，用头盔替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因为莫甘娜和大头的装备是通用的，所以在大头没有来之前，我们可以把装备给2星的莫甘娜进行过渡。2星的莫甘娜在有蓝 buff 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实力的，基本上能打赢大部分的过渡选手。这里如果算上之前那波漏吃的炼金，我们是有概率能够300层的。不过这里直接收菜也挺好的，一是可以规避掉300层开出差装备的风险，二是我们可以保留2波容错，让我们不至于压力那么大。这里运气很好，递出了2星的大头，那就不需要用大妮蔻去捏了。我们这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递出2星的瑞尔，而我又不太舍得这个小妮蔻，因为我们马上收100层，又有机会收到列娜塔。如果收到列娜塔的话，列娜塔的数量就已经快要3星了。这里我们收出了炼金装备，所以是肯定不会去挂蜘蛛和俄洛伊的，蜘蛛可以直接卖掉。我们来到海克斯选择，这里的海克斯其实我觉得炽热灵魂更好，但是先知转有着先知转兰博和先知转梅尔的上限。我们这里已经拿了2星大头能够锁住血了，所以我觉得拿先知转更好，并且这里由于大头没有携带任何的攻速装，炽热灵魂很容易给不到大头身上。6先知的2星大头是很容易在8级锁血的，但一定要注意给他蓝 buff 加上2件暴力装备，差1件装备大头的伤害都会有很大的变化。除非万不得已，尽量不要给大头双启动，因为大头在佩戴蓝 buff 的情况下已经能够做到基本无限技能了。我非常推荐大家在赌列娜塔的时候去收100层，因为100层是很容易出列娜塔和炼金的，特别是2星的炼金，很容易帮助列娜塔一波成型3星炼金。这家在联合抵抗加兰博的杰克实力应该不弱吧？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2星大头面前依旧毫无抵抗力，摧枯拉朽的就把战斗结束了。如果是8级的运营先知，那么在异变环节就可以考虑给前排拿一个异变，因为你的前排是没有3星的，普遍都比较脆，但这里拿到了不花钱的感染性异变，就直接拿下了，并且我们前排还有个200层的炼金装备，也不显得非常单薄。8级的运营先知之所以能玩，是因为6先知这个羁绊很强。可以看到对面的同行因为没有开出6先知来，也被我们摧枯拉朽的拿下。这里遇到了肘击大范，列娜塔这套阵容打肘击大范特别难打，因为大范在推开前排之后就很容易走进来。如果要打他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刻意引导，将大范拍击的方向引导至侧面，这样就有机会能够赢他。这里外面是有一家600层炼金的，所以掉了一波容错之后就直接干拉上人口了，能多提升一点战力就提升一些战力。先知转的兰博是一张非常值得投资装备的牌，但需要注意将他的站位后置，这样可以方便兰博只打到1到2个怪，方便他快速回蓝、快速放技能，达到自走炮的效果。有点可惜了，虽然我们断掉了这家炼金，他还是收出了600层，并且收出了2个非常完美的炼金装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大概率也只能吃一个老2、老3的名次了。关键要看后面还会不会再排到他。这把我们运气比较好，就算上8也找出了3星的列娜塔。正常来说，列娜塔只需要吃一把青龙刀，稍微给一点护盾，其他的装备都应该给蚂蚱，让蚂蚱提供一个后期托底的作用。蚂蚱这张卡在6先知的情况下是很变态的，随便给他捡几件破烂装，伤害就跟大头差不多。
再次遇到这家同行，他已经是8级了，但他依然是打不过我们，何况是他并没有带着3星的瑞尔，只凭一张3星的炼金是完全挡不住我们的火力的。这个时候抽到了第2张蚂蚱，我们就直接捏掉了。因为想着在直播嘛，所以这个蓝 buff 就直接给兰博了。正常来说应该还是给2星的大图的。兰博佩戴着蓝 buff， 可以保证放完技能就有蓝，直接化身人形自走炮。最后一波还是惜败了这家炼金。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大致也要结束了。先知 Flex 这套阵容有一些复杂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在评论区提一些问题，我会跟大家交流讨论，尽量让大家学会这套打法的所有细节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